大家好，我是小慧，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，也非常感谢您百忙之中收看我的视频。李白的诗中提到，光景不待人，须臾发成诗。时光飞快，从呱呱坠地到两鬓染霜，岁月的行囊里装满了酸甜苦辣。年轻的时候追名逐利，为了家人能够过上幸福的生活。等到我们老了，到晚年了，往往没有了冲劲，而是抱着一种落叶归根的心态。但这个落叶归根却不是谁都能过得舒服的。中国现状老龄化严重，要想让自己的晚年过得舒服，手里要紧握着这三样东西，丢了其中一样，晚年生活多半会过得很艰难。一，钱是老人安身立命的根本。王尔德曾说过一句话，在我年轻的时候，曾以为金钱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东西，现在我老了，才知道的确如此。也许有人会说，钱乃身外之物，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。但是钱重不重要，你缺一次就知道了。很多在医院工作的人，或许看透了生老病死。有一次和在医院的朋友聊天，我问道，你工作这么久，最大的感悟是什么？他说，明白了，有钱真好。一个病人急性胰腺炎，如果救治不及时，会死人。自己是个大老板，花了200万，直接治好了。前不久，一位肾衰竭的病人，手术50万，家人商量后一致决定带他回家养着。知道回家养着是什么意思吗？就是等死。父亲身患重病，需要加药，儿子为了省钱拒绝签字治疗，导致父亲病情急剧恶化，本身有望好转，最后连医生都无济于事了。有钱的人看病只关心病情是否好转，从来不问多少钱，而没钱看病的人第一句就是需要花多少，根本顾不及考虑病情。尤其是在年老的时候，没有了赚钱的能力，但是花钱的地方却越来越多，辛辛苦苦攒了大半年，去趟医院就所剩无几了。和孩子们说，他们也有他们的难处，而亲戚朋友说又开不了口。在你没钱的时候，只能向现实低头，你面对这生活带来的痛苦，只能逆来顺受，因为你别无选择。既然钱这么重要，到了晚年一定要注意钱的问题。钱是老人的安身立命的根本，一辈子要合理的利用钱财，该花的不要省，该节省的不要浪费。人到晚年，有一笔自己的钱财十分重要。如果失去了钱财的自由，晚年生活频频受限，一定很凄凉。2，老有所居才是最大的幸福。对于很多老年人来说，房子是他们养老的根本，是安度晚年的归宿。有自己的房子，就像船靠了岸一样的踏实。但是还有很多老人却到了无家可归的地步，晚年生活无依无靠。一位养育了3个儿女的老大爷，流浪街头，被好心人带回家，给整整3天没有吃饭没有喝水的老大爷吃了热腾腾的饭菜。他让我睡马路上呢。说起出走的原因，老大爷眼中含泪。老伴儿走得早，他一个人拉扯3个孩子长大，2个儿子1个女儿。他在大儿子家住了半个月，不管他怎么伺候一家人，夫妻俩都没有好脸色。儿子开车把他扔在路边，还恶狠狠地说，不要回来了，我们不欢迎你。老大爷没有地方可去，就在路边睡了一晚。给老大爷吃饭的这家人听了都很愤怒，商量着把老大爷送回自己的家。但是老大爷说，在老伴去世后，便把老房子的宅基地分给了2个儿子。从那时起，老大爷便没有了自己的房子，只能轮着睡在自己儿子和女儿家。但是大儿子为什么会这样对待自己的父亲呢？原来大儿子要盖房子需要钱，就问老大爷要钱。
但是老大爷的房子都分了，积蓄也没有，哪有什么钱？大儿子认为老大爷偏心，把钱给了弟弟，于是他们之间的矛盾便产生了，所以不愿意照顾他。好心人领着老大爷回到他大儿子家，可谁知一来到他儿子家，老大爷的儿子就大喊：谁让你回来的？经过大家很长时间的劝说，老大爷的儿子才同意让他留下来。但是好景不长，3个月后的一个晚上，老大爷又被儿子撵了出来。此时正是寒冬腊月，可怜的老大爷穿着单薄的衣服，又睡在了马路边上。如果老大爷当初没有把房子分给2个儿子，也许不会落得这个下场，好歹还有个住的地方。我们总是怕给儿女不够多不够好，却没有为自己想想，辛苦了一辈子，连个家都没有守住。有多少儿孙满堂的老人最终无家可归？对老年人来讲，房子是养老的根本，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草窝。有自己的房子，至少不开心的时候有个去处，不然连流眼泪的地方都没有。3. 老伴是安心的。曾在朋友圈里看过这样一则小事，读来不仅感慨万千。直到将老才发现，老酒、老狗、老友和老妻是最好的。手边有老酒，脚边有老狗，前边有老友，身边有老妻。老酒是忘忧的，老狗是温脚的，老友是助兴的，老妻是安心的。有一天迷了路，才发现一生所寻找的不过是一个家。人越老越害怕孤独，不是每个人都拥有独自吞噬寂寞的能力。有老伴和没老伴的晚年生活注定是不一样的。很多人直到将老才发现，在这个世界上陪伴我们时间最久的人，不是孩子，不是父母，不是朋友，而是我们的另一半。正所谓少来夫妻老来伴，人要想晚年生活幸福，手里要紧握钱、房、老伴这3样东西，才能最大限度地避免晚景凄凉。人到晚年要为自己未雨绸缪，人活一生，如果能够安详地度过晚年这段夕阳红的时光，无疑是有福之人。这样的人多数手里有房有存款，他们有自己的底气，面对晚年遇到的困扰，也不怕生活带来的痛苦，不用看孩子们的脸色，关键时刻还能够救自己一命。希望所有新老人朋友看完此文后，都能够多为自己想一想，手里牢牢地握紧这3样东西，过一个安详的晚年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所分享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了，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，我们下期见。